本集是由 EIP 赞助播出。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力。M5 iPad Pro 终于在台湾上市了。那距离上一代的 M4 iPad Pro 推出已经将近1年半了，所以刚推出的时候我非常期待它的表现。但实际用了这几天之后呢，我还是得说一句老实话，如果你手上拿的是去年的 M4 的 iPad Pro， 那这一台 M5 呢，跟你没有关系，真的可以把钱省下来会比较好。因为它们的差距真的太小了，小到你平常滑网页啦、看看剧啦，根本感觉不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呢？苹果这次所有的比较数据全部都是拿 M5 去打 M1， 它摆明了就是要告诉你，你们这些 M1 的钉子户就该换机啦。所以如果你跟我们的小编一样是 M1 iPad Pro 的使用者，或者是更早之前的2020或是2018的 iPad Pro 的使用者，正在犹豫该不该花钱换机的话，那看完今天这一支影片应该会有答案。我这一次直接把 M1、M4 跟 M5 这3台 iPad Pro 摆在一起实测，然后把这些实测的结果呢归纳成3个大家最需要知道的重点。第一就是 M5 的 iPad Pro 跟 M4 的 iPad Pro 到底差在哪里？第二就是手上的 M1 是不是应该要退休了呢？那第三就是如果你预算有限，到底是该买 M4 iPad Pro 还是干脆买最新的 iPad Air 呢？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这一台 M5 iPad Pro 跟去年的 M4 iPad Pro 放在一起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不过如果你是拿 M1 来比的话，那手感就差很多了。13寸的 M5 iPad Pro 呢，比 12.9 寸的 M1 还要更薄，那厚度大概是少了一张信用卡的厚度，但在重量上面的差异才是最有感的。M5 比 M1 大概轻了100克，这个是什么概念？大概就是等于一个保护壳的差异啦。那对于习惯把 iPad 拿在手上看漫画啦、看剧的人来说，这个100克确实是可以让手比较不会酸。但如果你跟我一样是 90% 的时间都把它吸在巧控键盘上面当笔电用，那老实说，这个重量的差异对你来说一点都不重要。那外观上面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呢，是 M1 的视讯镜头是在短边，所以以前横着用键盘开会的时候呢，你的眼神永远是在看隔壁的人啊，而且手还很容易挡到 Face ID 解锁。那 M5 跟 M4 是一样的，视讯镜头是在长边。那这样做的好处，除了在视讯会议的时候你可以正眼看人以外，那最有感的大概就是横向手写的时候，或是画图的时候呢 ，Face ID 解锁就不会被手挡到了。那虽然这些都只是小改变啊，但在日常的使用上对我来说，这个比变轻变薄还要更实用，而且不会影响到 Apple Pencil Pro 的磁吸充电。那用 iPad Pro 的话，只能选择 Apple Pencil Pro 吗？当然不是，你可以试试这一支可以一键呼叫 Apple Intelligence 的 EIP Pencil X。还在用普通的触控笔吗？能叫出 Apple Intelligence 才厉害。EIP 推出全新 EIP Pencil X， 承袭各种触控笔的实用功能，更在第一时间支援 Apple Intelligence。上课遇到难题，马上按下笔尾按钮，开启 Apple Intelligence 文字模式，快速写下问题 ，AI 立刻给你答案。连按2下就打开 AI 语音模式，说的比用写的更有效率。安装 EIP App， 再解放更多设定，支援多款 App 客制化按钮，切换工具，快速录音，插入图片。切换 App 各种功能都超乎想象 ，EIP App 还可以帮笔尾电量灯号自定颜色，与桌面 Widget 即时显示目前电量，再加上3组灵敏度设定档调整，让 Pencil X 更符合你的习惯。Pencil X 也保有优秀的使用体验，不只支援新款 iPad 磁吸收纳，还有灵敏的反应速度、防手掌误触与倾斜角控制，其他像图形辨识、快速截图、随手写、AI 计算机等内接功能也都没有问题。再搭配快速充电与长达10个小时的续航力，让你全日远离电量焦虑。顺带一提 ，EIP Pencil 2也有推出 Halo 小改款，采用圆环灯号造型，并提供长达15个小时免配对的续航能力。现在就用影片下方的链接，用更实惠的价钱释放 iPad 的书写体验吧。另外一个 M1 使用者也会很有感的升级，就是萤幕。如果你手上的 M1 是11寸版本的，那升级感会非常巨大，因为11寸的 M1 使用的是传统的 LCD 萤幕，在显示黑色的时候，背光板也会是亮的，所以在看电影比较黑的场景的时候呢，你会觉得画面灰蒙蒙的，就像窗帘没有拉紧一样，不够纯净的感觉。就算是当年顶规的 12.9 寸的 M1， 虽然用的是 Mini LED， 但在全黑背景的画面底下显示白色的字幕的时候它的字体周围还是会有一圈一圈的光晕。但是如果你用的是全新的 M5 的话，那就是跟 M4 一样，用的是 Tandem OLED。简单来说呢，它就像是有2层 OLED 的面板叠在一起，亮度会变超高，所以它改善了传统 OLED 不够亮的缺点，而且黑色还是一样的纯黑。那像素点会直接不发光，那个立体感跟沉浸感跟 M1 是完全2个世界的东西。那重点是呢 ，Tandem OLED 的设计减少了发光的压力，理论上来说，这一块萤幕的寿命会比传统的 OLED 更长，也更不容易产生烙印。另外 M5 在 1TB 以上的版本呢，你一样可以选配 Nano Texture 奈米纹理玻璃。我自己是非常喜欢 Nano Texture 啦，像我们工作室呢有2面都是很大片的玻璃啊，采光很好，但也代表光线很容易折射跟反光，所以我们的 Pro Display XDR 跟我们的 Studio Display 都是有选配 Nano Texture 的。
那个抗反光的效果真的是没话说，那用在 iPad 这种手持的装置上面当然会更好，而且它因为表面是磨砂的材质嘛，那写字跟画画会有一种微微的阻尼感，很像贴了高品质的类纸膜，手感非常好。所以如果你的预算够，我真的觉得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不过虽然它看起来很爽，写起来很爽，但它真的比较娇贵啊。你想想，苹果还特别附了一条专用的擦拭布给你，就是怕你刮伤嘛。好，再加上呢 iPad 跟桌上型的萤幕是不一样的萤幕是拿来看的，但你的 iPad 是会拿笔在上面一直写一直摩擦，长期下来呢，这个奈米的纹理会不会损耗呢？我觉得几率是蛮高的。所以如果你决定要买这一块玻璃的话，或者是你纯粹怕手滑摔爆这个顶级的双层 OLED 的萤幕，那 Apple Care Plus 请一定要买下去。这真的不是在吓大家，因为维修费真的很贵。那买了 Apple Care Plus 呢，不止你萤幕破了只要付一点点自付额，重点是2年之后，如果你电池健康度低于80%，还可以免费换电池。这对于打算要让这台 M5 要用4-5年的朋友来说，绝对是最划算的投资。那详细的保固说明，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我们之前做的 Apple Care Plus 的影片，里面有详细的攻略。再来，每一代的升级核心当然就是那一颗晶片了。我们先快速看一下硬体规格，从 M1 到 M4 再到 M5 呢，核心数的变化其实不大，基本款的 CPU 跟 GPU 的核心数是一样的。那效能到底有没有变强？我们直接看跑分最准。我们先看 Geekbench 6的跑分，首先是代表日常反应速度的单核分数。M5 比起 M1 呢，速度整整快了快要 78%， 这代表你在开 App 滑动界面的时候 ，M5 的反应会更快速、更灵敏。但差距最大的是在代表生产力的多核分数。M5 的多核效能是 M1 的将近2倍啊，这代表如果你在跑一些很吃效能的专业软体，那 M5 的表现绝对会比 M1 好非常多。不过你仔细看中间的 M4， 其实它跟 M5 的差距非常小，大概也只有进步 10% 左右而已。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如果你是 M4 的使用者，在日常使用上面你根本感受不出差别，但是在图形的运算，也就是 GPU 的部分，那 M5 就会拉开差距了。M5 比 M1 强了 120%， 也就是说它的图形效能是 M1 的 2.2 倍。比较夸张的是呢，在同样10核心的情况下， M5 比 M4 强了 35%。通常一代晶片升级大概就是几个 15% 到 20% 的牙膏给你，但这一次呢是直接喷出 35% 的成长，这个代表 M5 的图形架构呢确实是有很大的提升，这个反映在实际的游戏体验上面也非常明显。我们用 3D Mark 的 Solar Bay 来测试光线追踪的效能。当年的 M1 呢，面对光追特效的时候 FPS 低到只有13张啊，那最高也只有30多张，这代表如果你是想要拿 M1 来玩 3A 大作的话，基本上就是堪用而已。那 M4 的表现其实已经不错了， FPS 大概在30到70张之间，算是可以顺顺的玩。但是 M5 就更厉害了，在同样的压力测试底下，表现非常流畅， FPS 最多可以跑到90张啊。所以简单来说，以前的 M1 跑不顺的 3A 大作呢，现在 M5 是可以轻松的顺跑。但这个在实际工作上面真的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吗？那我用 Final Cut Pro 输出了一支 4K ProRes 的影片，大家看一下这个时间差距。M1 因为天生没有 ProRes 硬体加速引擎的关系，只能靠 CPU 硬扛啊，所以跑得非常吃力，花了6分多钟才可以输出完成。那有硬体加速的 M4 跟 M5 呢，全部都缩短到2分多钟就可以搞定了。而且你看 M5 只比 M4 快了10几秒而已，所以这两台机器在 Final Cut Pro 的表现上面其实是差不多的。有必要为了这10几秒多花个几万块升级吗？我是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呢 M5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记忆体。4年前的 M1 iPad Pro 记忆体是 8GB， 那去年的 M4 iPad Pro 呢，虽然晶片变强了，但记忆体一样是给你 8GB 而已。但是今年的 M5 iPad Pro 呢，它的记忆体直接给你到 12GB。以前你想要买到 8GB 以上的记忆体，必须要花大钱买 1TB 的容量才可以啊。但现在 M5 的基础款就给你 12GB 的 RAM， 那多出来这个 4GB 的记忆体到底差在哪里呢？我用这个 DrawThings 的这个 App 在 iPad 的本机端进行了 AI 算图，我们设定在 1024x1024 的高解析度。那 M1 呢要跑4分多一点点才会完成，那这个不意外。比较让人意外的是 GPU 跑分很高，晶片也很强的 M4 竟然一样卡在4分多钟，这个是不是很奇怪？那我想主要的原因就是记忆体。AI 的算图呢，其实主要是靠 GPU 跟 NPU 在跑的，所以照理说呢 M4 的晶片比 M1 的晶片强这么多，应该是要看不到车尾灯才对。但问题是，当你要算这种大图的时候， 8GB 的记忆体就瞬间被塞满了，就爆了。那这个时候呢，不管你的 M4 的 GPU 有多快，因为你的记忆体不够多，系统就只能花更多的时间去用硬碟 swap， 所以 M4 的 GPU 就完全没有办法发挥它的效能。但你看 M5 的 iPad Pro， 它的时间直接缩短到了1分半左右，速度比起 M4 来快了2倍以上。这个不是因为 M5 的晶片飞天啊，单纯是因为它标配了 12GB 的记忆体，资料不用塞到硬碟去 swap， 全部都是在记忆体里面就可以搞定，所以才有办法运用到 M5 晶片的真正实力。所以我们的结论就很清楚了，如果你只是剪片或是处理文书，那 M4 跟 M5 真的没有什么差别。
但在2025年的现在，如果你想要玩 AI， 那 12GB 的 RAM 就是一个最基本的门槛， 8GB 的旧机器在跑这些新软体的时候真的不太够用了。但我知道一定有很多人会说我就只是拿来追剧、回 email， 跑分快慢对我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差别。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大家每天一定都会用到的功能，是你一用就会有感觉的。首先是充电速度，这是我觉得这次最有感的升级之一。以前呢，不管你是拿 M1 还是 M4， 不管你是拿多大颗的充电头去充，它的输入的功率呢，最高就是只能跑到35瓦左右，这个是旧 iPad 的极限了。但是 M5 的 iPad Pro 呢，终于支援了更高的瓦数。我们实测发现呢，它现在最高可以吃到52瓦，甚至是57瓦。这个实际差别有多大？我们从1%开始充，同样过了30分钟呢 ，M1 跟 M4 大概只充了36到37%左右，但是 M5 已经充到了51%，它直接让你过半。所以这表示，如果你出门前发现你的 iPad 快没电了，稍微充个半个小时 ，M5 回血的速度会快非常多。这对于有电量焦虑的人来说是非常实用的改进。再来是连线能力 ，M5 加入了支援 WiFi 7的 N1 晶片，所以如果你家里的网络设备够新的话，那你网速就会变更快。但比较需要注意的是 ，M5 现在已经变成纯 eSIM 的设计了，机身的侧边已经没有实体的 SIM 卡槽，所以 M1 的使用者要注意，换了这一台之后呢，你以后要出国的时候就不能再买那种要插卡的网卡了，要开始习惯用 eSIM。还有一个 M1 iPad 使用者应该也会很有感的改变，就是配件。因为 M5 的机身设计跟 M1 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原本的 Apple Pencil 2代是吸不上去的，也不能配对到。而且那一组很贵的巧控键盘，磁铁的点位也是不一样，所以一样是吸不上去的。也就是说呢，你所有的配件全部都要重买。一支 Apple Pencil Pro 呢要4000多，新的 Magic Keyboard 也要1万左右。所以如果你是 M1 的使用者，想要换到 M5 iPad Pro 的时候，请一定要把这个15000多块的隐形成本给考虑进去。好，测试了这么多，我们回到影片一开头的问题，现在到底该不该买 M5 iPad Pro？ 首先我要先回答 M4 使用者，你们需要换 M5 吗？我的答案很简单，就是不需要。除非你是靠 AI 吃饭的，或是非得要那个 12GB 的 RAM 不可的人，否则 M4 跟 M5 在日常使用上面真的完全没有差别。请好好爱惜你手上那一台 M4， 它依然是一台效能过剩的神机。再来，针对 M1 的使用者呢，我的建议是：第一种，如果你的预算充足，或者是你是设计师、剪辑师这一种比较专业的使用者，需要更强的 CPU、更多的记忆体，那就可以直上 M5。那为了这2倍的效能，为了 AI 的入场券，还有那个用过就回不去的 Tandem OLED 的萤幕，这个就不是单纯的换机而已啊，而是生产力工具的全面升级。所以这一笔钱呢，绝对花得值得。那第二种呢，如果你是一般的使用者，预算有限，平常只是处理文书、看看电影，但觉得 M1 变慢了，想要换机的话，那我给一个良心的建议，你们可以去看看有没有正在出清的 M4 的 iPad Pro， 或者是去二手市场找找看有没有保固内的也可以，这个是 CP 值最高的选择。因为在日常使用上面呢 ，M4 跟 M5 基本上没有差别啊，一样有顶级的 OLED， 一样超级轻薄，但价格可能只要 M5 的7折或是8折。你可以把它省下来的钱呢，拿去买这个1万多块的配件，这才是最聪明的选择。那这个时候一定有人会问，那 M1 换 iPad Air M3 可以吗？这个就是要看你是哪一派了。如果你是键盘派的话，平常只拿 iPad 打字做笔记，那 iPad Air M3 就很适合你，因为你的旧款键盘是可以沿用的，光是不用重新买配件这一点呢，就可以直接帮你省下1万多块了，非常划算。但如果你是视觉派的，习惯拿 iPad 滑网页啦、看影片啦，那我就不建议你换 iPad Air， 因为你已经习惯 iPad Pro 上面的 120Hz ProMotion 的萤幕，一旦换 Air 的 60Hz， 那个残影跟卡顿会比较明显，这是一种体验上的降级，你可能会后悔。所以对于看重萤幕的人来说，出清的 M4 的 iPad Pro 绝对会比买全新的 iPad Air 更值得买。好啦，这就是今天影片的所有内容。看完这些分析之后呢，你打算换机了吗？还是决定让你手上的 M1 再战1年呢？欢迎底下留言告诉我。这里是 Apple Fans， 我是威力，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